我是一本死人文学中的主角。母亲问我要钱整容后勾搭上了丈夫，而我重病患癌，没钱治疗，悄然死去。灵魂看着那对狗男女你怜我爱，而我的尸体发臭发烂，都没有人去认领。这次重生后，母亲再次求我要钱去修复她的脸时，我拒绝了。剩下的钱我给自己治病，也不会再怜悯她。却没想到丈夫当着我的面把钱给母亲，让她拿去整容。我笑着说，既然这样，离婚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看着手上亲子鉴定报告，整个人如履薄冰。近期我不断地在做一种梦，梦里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。觉醒后的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本短篇小说里面的女主角，未来1年我会被背叛，患病死亡，灵魂看着那一家人吸我的血。原本我是不相信的，但我还是偷偷的拿自己和父母的毛发去做了亲子鉴定，并且开始注意丈夫和母亲的动态。现在我拿着不是亲生的检查报告和手机里面丈夫和母亲暧昧的视频，我感觉我的天都要塌了，还来不及伤感太多。母亲回来了，兰兰，你帮妈妈看看我这个法令纹是不是又有了？半百的母亲穿着跟个小姑娘似的，头发染成了黑色，并且额头前面去做了植发，让整个面容显小，脸上都是各种高科技和假体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我会觉得母亲性格开朗，思想前卫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。但现在一想到她带着丈夫去商场逛内衣店，还去体验了按摩足疗，两人吃着同一个冰淇淋，心里就一阵反胃。我不由得语气不爽地说，你这个年纪了，有点法令纹又不是什么大事情。母亲还没发现我情绪不对劲，拉着我到卫生间镜子面前对比着，女人不能有任何的瑕疵，你给我看看，现在还两边不一样，一个深一个浅，丑死了。明天你陪我去医院再打1针上去。我悄无声息地甩开她的手，心情低沉着，你自己去，我不去。妈妈整个人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，盯着镜子面前的自己。哎呀，那你不去就不去，等会你给我转1万过来，我自己去。没钱。等我说到没钱的时候，妈妈才把视线从镜子里面抽出，看向我，不高兴地说，嘿，董兰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在跟我唱反调？你一个女孩子，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？现在我跟你拿点钱，怎么还不乐意了？我冷笑一声，跟我开始扯这个。妈，你把我拉扯大的确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自从我毕业后工作1年开始，你就不断地问我要钱开始整容，你都整了几10年了，花了我170万，现在还整，怎么的？你不整爸爸就不爱你了吗？啪的一声，我脸上被母亲扇了一巴掌，然后嘴里就是骂我不孝女。我一生气，直接把洗漱台上属于她的化妆品全都扫在地上，地上瓶瓶罐罐都碎掉了。母亲心疼的尖叫，我静静拿起地上躺着唯一属于我的大宝。既然我做了那么多，妈妈都没有看到，还是说我是个不孝女，那么以后我就把这个不孝女做到底吧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丈夫下班回来，看见气呼呼的母亲和正在一旁打游戏的我，询问起来。母亲跑上去握住丈夫的手臂，语气变得委屈极了，还能是什么事情？都是你的老婆害我生气的，我不过是想去补1针填充，她就骂我老，不配被爱。丈夫听到后，没有第一时间站在我这一边，而是安慰起了母亲，又是扶着她坐在我沙发面前，
又是倒水包水果给母亲，就差喂给她吃了。我的面前却是空空如也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俩才是一对的呢。母亲吃饱喝足后，这才停下嘴巴，对着我冷哼一声。丈夫坐在我身旁，道：“兰兰，妈妈心脏不好，你就不要老是惹她生气了。要是她想去做，就去做嘛，干嘛脾气那么大呢？”我先是挪了挪屁股，跟丈夫保持距离，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自己的钱不想给，管得着吗？”这下子，丈夫趁着母亲准备生气时候，立马厉声道：“兰兰，你作为妈妈的孩子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一个月3万块钱的工资，给妈妈打一针又怎么了？”还没等丈夫说完，我直接抄起桌上的半杯水泼到他脸上，杯子砸在地上，碎得稀巴烂。那我一个月3万块钱也是我自己的钱，我想给就给，不想给就不给。有本事你自己从你兜里拿钱给他花呀！一说到这个，被泼一脸水狼狈样的丈夫立马脸色变了，因为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他1分钱都没有出过，都是我从工资里面花。丈夫的每1分钱都寄给了他老家，给小叔子买房娶媳妇。他是上门女婿，以前我理解他的不容易，所以对钱的支出都不怎么计较，却没想到他对我从头到尾都是铁公鸡，主打一个一毛不拔。而面对眼前这个对我有所隐瞒的母亲，以及背叛我的丈夫，现在心里就只剩下恨了。我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地离开这个家，离开这个吸血鬼般的家庭。第一次，我跟丈夫冷战，我直接把门给反锁了，不给他进来。刚开始他还在门口耐心地敲门，后面就听到母亲跟着丈夫说了什么。完了，父亲从外面喝酒回来，一进房间倒头就睡。母亲拿了毛毯给丈夫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就这样一整个晚上我没有睡觉，把房间关灯，躲在被窝戴上耳机，看着手机里面偷偷安装的监控视频。从我这个角度，能很清楚地看到丈夫和母亲聊着各种暧昧的话题，两个人快要贴在一起。完了，半夜3点，正是夜深人静时，母亲房间门开了，只见母亲身穿透明吊带睡衣，赤脚往丈夫那边就过去了。丈夫看到母亲这样子，眼睛都直了，整人既兴奋又害怕。这不太好吧？爸和兰兰还在呢。妈妈娇声道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啥？一个生闷气，估计早睡着了；一个喝醉了，呼呼大睡。正适合我们2人时间。”随后就是一场大战，我一点一点地把2人的罪证都给保存起来，花着我的钱勾引我的老公，真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出来的事情。现在我确定了，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次日，我请假去医院检查身体。董兰是吧？目前你现在胸部这一块长了结节，建议你手术给处理了，后期再保持心情舒畅，定期来检查。上一世我就是因为乳腺癌死的。一听医生这么一说，我整个人紧张地多问了一句：“医生，那我现在处理治疗了，后期还会得乳腺癌吗？”医生安慰着我说：“你现在只是有结节，早期治疗的话可以避免，后续定期来检查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平时遇到什么事情不要闷着，要适当的把淤积的怒火和情绪给释放，也是对自己好的一种方式。”医生的话无疑是给我点醒了。这些年，母亲不断地问我要钱整容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其实我是不开心的。毕竟我一个月3万块钱的工资，同龄人都已经买车买房，花销一出手就是大几千块钱，只有我每天挤公交车，穿打折几块钱，或者在拼多多上面买的酒，
就包邮衣服，所以这一是我自己的钱要为自己花。这个是一个小手术，你要是做的话，等会去交一下手术费就可以直接做了。我立马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了缴费处缴费，却被提示我今日限额已经用满了。怎么会呢？现在我银行卡限额日1万，今天我就花了几块钱挂号费而已。由于身后有很多的患者排队缴费，收银员很是不耐烦的让我自己出去处理，有钱了再重新缴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短信里面就在刚刚我看病的时候，好几笔钱给消费过去了。看到这里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立马拿起手机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，那边很晚才接，语气带着心虚：老婆，怎么了？张超，你是不是花我的钱了？花哪里去了？我银行卡绑定的支付宝给丈夫用了，以前他花之前都会先问过我的，但是今天他居然问都不问，直接花完了。兰兰啊，就是刚刚妈妈急用钱，我就来不及跟你说一声，你那么生气干嘛呢？我冷哼一声，直接质问他们现在在哪个医院，立即打车过去。到的时候，母亲刚好准备要被皮去做抽脂手术，我直接拦下了医生，我不给做，立马给我停下来。这位女士，我们的顾客已经签下同意书了，您不要来捣乱好吗？丈夫上前拉住我道：兰兰，妈妈她对自己肥胖有点介意，你让她做一做又怎么了？母亲这个时候瞪住我，让我滚出去。我深深看了一眼眼前的医生，然后视线再转到母亲那边去。突然我笑了一下，呵呵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手术继续吧。就在刚刚，我一时被丈夫刷我的钱气昏了头脑，想要立马拿回自己的钱，但是突然我脑海里面想到了一些事情和情景，偷偷拿出手机录下了医生把我母亲推进手术室的视频，并拍下手术同意书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拿着一张卡离开了。重生后，我就偷偷地用丈夫的名字办了一张高额信用卡，我把这些钱全部都刷出来，然后举报了给母亲手术的医生没有资质，立马有关部门就火速上门调查。母亲的抽脂手术刚刚做到一半就被喊停了，母亲身上插着2根管子，还在昏迷中，医院的人全都躲了又躲，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母亲查看生命体征。不料还是出事了，很快母亲重昏迷就被120给带走了，手术医生被带走。到大医院的时候，丈夫知道刷不出我的钱了，他自己又不想花自己的钱，犹犹豫豫躲在我的身后。我直接扔给他一张卡，喊道：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交钱啊！我看到他看见信用卡的一瞬间，以为是我的，立马跑去缴费。母亲醒过来后，看着自己一只大一只小的大腿，在病房里面鬼哭狼嚎，这个天杀的畜生啊，居然骗我！呜呜呜，这让我以后怎么活呀？别人怎么看我？丈夫在一旁细心地安慰着，我则是1秒都不落下，把这个辣眼睛的画面给录下来。妈，没事的，别哭了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等你恢复好了，就带你去最有权威的整形医院，给你弄好，好不好？母亲一看到卡，眼神都亮了，握住丈夫的手问是不是真的。我这个时候推一把，妈，既然张超都这么说了，那么肯定是真的了，事已定下。母亲很是配合医生休养，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养好。这期间，我总是以工作加班为由住在了公司，丈夫手上握住那张卡，不说什么，反正住院消费什么全都是从卡里面刷出来。
我看着手机上面传来的各种消费信息，心里很是期待。到时候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看着母亲又是在身体上面各种动刀，包裹得跟个木乃伊一样，然后又变化成一个妙龄身材的女人，脸上不断的维护修复，化妆起来根本看不出是50几岁的女人。邻里邻居都纷纷羡慕起父亲，让他在外长了不少面子。慢慢的，我的风评开始变得不好起来了。一些退休的大妈看到我下班回来的时候，总会阴阳怪气地说我不孝顺，甚至拿着自己的孙女来跟我比较，还是个上大学的读书人呢，还不如我那个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孙女，起码每个月都会给钱花。就这个人，一个月几万块，给母亲都不舍得一分钱花。刚做完手术的我，遵医嘱不能遇到什么坏心情就憋着，必须及时发泄。所以当场我就跟那个大妈大吵一架，甚至还动手起来了。大妈体力哪里有我年轻人的强，直接被我压制住。我瞅着她的脸就骂道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别人家事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那个孙女也好意思拿出来说，10几岁就带着跟你年纪一样大的老头跑了，现在不过是因为你把他告上法庭了，每个月才会给你赡养费。”大妈一听我说，才清楚我都知道她家里的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真是以为家丑不会外扬。教训完大妈，我就回家收拾自己的衣服，准备再回公司宿舍继续住。父亲见我回来了，把我堵在门口：“兰兰，给爸爸10万块。”我这一听，整个人又不爽了。我这个父亲每天就去保安室上班，下班了各种去跟人喝酒打牌，跟母亲一个样，都是吸我的血，没钱。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声，继续收拾衣服。父亲见我拒绝，生气地把我收拾好的衣服都扔在地上，指着我大骂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！你妈最近说你事事都不关心了，她住院没见你一个人影，还是小赵忙前忙后，钱给一下又怎么了？难道你现在上班加班得到的工资不应该拿出来孝敬这个家吗？”父亲一副义正辞严的模样，而我也不甘示弱，双手一放，肩膀耸下来，眼底微红，颤抖着双唇说：“我不孝敬，你的女人都勾搭起我老公了，我凭什么还要孝敬你们？还有，你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这么放纵他们，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”父亲一听后说我胡说八道，明显是不相信的。但在我扔出那天晚上2人的视频后，父亲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看了看我，然后用手指着视频，激动质问我：“这些是不是你 P 出来的？别想糊弄我！”我冷笑着，直接甩出了各种视频，2人在一起你侬我侬的模样，还有各种聊天记录。父亲由于是京市户口，有着黄金地带的地皮，所以母亲无论怎么样都会拿捏住父亲，让他离不开自己。男人唯一舍不得的女人有2种，第一就是在女人身上花太多钱，另一个就是女人太会来事，男人念念不忘。但是没有哪一个男人会接受自己的女人背叛自己。当父亲知道母亲背叛他后，进入了愤怒的状态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么你可以自己去亲眼看看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捡起地上的衣服，出了这个家门。再后来几天，我接到了张超住院的消息，父亲明显是已经怀疑了，他当什么都没有发现，晚上回去假装倒下就睡。没想到还真的被他看到自己的老婆偷偷地进了我丈夫的房间，一下子他直接气得拿起板凳往张超身上砸，甚至还一鼓作气地把张超的一只眼睛给戳破了。他住院那天，我给他寄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
并且把所有的证据也一同发给他。要是不同意离婚，我就上诉到法院去，判他净身出户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父亲居然沉迷于母亲的美色，无法自拔。那场愤怒中，张超被打进了医院，但是母亲却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母亲哭一哭，说是张超胁迫她的，父亲就原谅了下来。我跟张超领离婚证那天，他只有一只眼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哼，别以为我跟你离婚了，我会放过你的父亲，把我的一只眼睛搞瞎了。我是不会放过你的父母的。”我笑道：“随便你，反正他们又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”张超还没有报复我的父亲，就迎来了催收的电话。我被警察给喊到了派出所，说我偷用别的人卡。我一到派出所，就看到坐在位置上气得脸红的张超。他看见我，立马站起来：“董兰，你什么时候偷偷拿我的信用卡去刷了那么多钱？10万块钱啊！”警察站在旁边询问我是不是用了他的信用卡。我笑道：“我没有呀，这些钱不是你自己刷的吗？”然后张超好像想到了什么，立马反应过来，拿出那张信用卡，认真看到上面自己的拼音名字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见多识广的警察不想理会这种事情，协商了一会之后，就把我们给请了出去。张超一出来就对我紧跟不舍：“董兰，你凭什么给我办信用卡？这些钱不应该是你出的吗？”我反驳他：“拜托大哥，当初我不让我妈做，是你非要顺着她的，你自己愿意给她花钱，凭什么花我的钱？我真是越来越看不起你了，也不懂之前我是眼瞎还是中邪了，会嫁给你这种人。还有，现在我们2个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关于你自己信用卡的事情，你自己处理。”当周云，就是我的前婆婆，知道我和张超离婚后，还害她负债，直接冲到我们公司楼下大闹：“董兰，还我儿子太平！你害我儿子负债，你母亲这个贱人居然自己爬上我儿子的床！你们还我儿子清白，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。”现在网络那么发达，公司里面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都拿出手机录下视频。周云看到了，还一个劲地说：“你们要帮帮我呀，一定要这一家人得到该有的惩罚。”周云白发苍苍，穿着朴素，泪流满面的孤身一人站在公司楼底下喊话。不知名的网友纷纷开始了无脑的支持，帮忙喊话，让我和我的母亲必须承担该有的惩罚。同事看到我还悠闲地做着项目数据，他在一旁看着直播，替我着急：“小兰，下面那个女人说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最近项目时间紧，任务重。”我在百忙中抽出几秒，道：“半真半假吧？关于我妈和张超2人的事情，怎么不能算是真的呢？”同事眼睛瞪大，一股八卦的气息传来，摇着我的肩膀询问，想知道后续。而我给他一副神秘的模样，就是不说。到了下班高峰期，周云还带着一群人在楼下拦着，拿着我的相片，不断在人群中左顾右盼。但是让他们失望了，现在我吃饭点外卖，睡觉在公司，老板看到我这么奋斗努力的干活，很是夸赞的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小董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的一天，底下那些人是上不来的。公司安保还是比较给力，只要你能把项目全都拿下来，下个月的国外分公司肯定有你一席之地。”我对着老板竖起2根大拇指：“我就喜欢你在这种明事理的老板，哈哈哈！”老板走之前还询问了我需不需要帮忙。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自有分寸，就等着他们把事情给闹大。他们既然想要那么多人知道，那么我就等着甩出更大的瓜喽。”这件事情短短2天
就有网友扒出了母亲的照片，大家直呼神了，根本看不出这是已经上了50几岁的年龄。天哪，太辣眼睛了！要是这个是真的话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虽然靠着整形年轻，但是给人一种奇怪的样子。那个男人怎么能下得了嘴呀？放着自己的妻子不要，真是饿了呀！一开始还羡慕我们家的那些邻居的大嘴巴子，纷纷都对着母亲和父亲阴阳起来。这董刚老婆都找小鲜肉了，还这么能忍啊？你这话说的，他花了那么多钱来把自己弄年轻，试问哪个男人会轻易的放手？这些都是平时关系比较好的邻居妹妹告诉我的。网上的谣言吓得母亲都不敢出门，父亲去打了几次牌，都被牌友笑话，忍不住的他只好回家堵着母亲发难，常常在半夜听到母亲的惨叫声。其实母亲和父亲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，但是我就是不接。至于想要来公司找我，那是不可能的了，周云都上不来，更何况他们。只不过网上的热度越来越高了。母亲之前是最喜欢在社交平台上面直播发视频，并且获得了不少的粉丝。粉丝们知道母亲跟自己的女婿搞在一块之后，都纷纷在视频下面吐槽，并且各种国骂谐音，阴阳怪气满天飞，气得他当场直接到我们公司楼下对着周云就是一顿对骂。2个半百的人，一人白发苍苍不修边幅，一人黑发童颜光鲜亮丽，瞬间周云就看得眼红起来，刚给母亲说几句话，就上手薅起了母亲的头发假体。由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有观众就报警了，周云和母亲被带走。我又一次被喊到了派出所。你这个贱女人，赶紧的把钱还给我！你居然让我儿子花那么多钱！兰兰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！居然那么久都不接我的电话，任由别人这么说我，对得起我一手把你给拉扯大吗？2个女人一见到我就立马各种输出，警察站在一旁直呼头疼，但还是把我们放在了调解室里面，让我们好好商量和解。我先是看向周云，说：“大妈，我觉得你应该说错了，你儿子哪里给我花钱啊？你儿子花的钱都用在了我妈身上，你应该问他要，而不是我。”我这么一说，并且拿出证据，母亲的脸色立马变了。周云看到后气愤无比，又是一波上手招呼，要不是警察给拦下，估计母亲脸上又要多一道划痕。但他不觉得自己有错。董兰，要是每个孩子都像你一样对待自己的父母，那天底下谁还想生孩子啊？难道你们2人给我花钱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我冷笑一声，那真是厉害呢。要是每个父母都要染指一下自己孩子的伴侣，那么谁还想结婚啊？不料我们刚说完，周云就挣脱开警察的阻拦，直接扇了母亲一巴掌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狐狸精使坏，让我的儿子把钱都给花出去了。说着，他盯上了母亲身上的金首饰，二话不说，伸着布满茧子的双手就上去扯，项链和耳钉活生生被扯下来，母亲耳垂上面刮出了丝丝血迹。母亲痛苦地捂住自己的2只耳朵，但脖子上面也留下了淤青的伤痕。贱蹄子，不要脸！要是在我们那里，你可是要被扔山里活活饿死，让山神来把你给收走了喂蛇。你居然敢咒我！母亲不畏惧地跟着吵起来。事后警察让我帮忙劝阻一下，我表示爱莫能助。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不了了之，2个人给予警告、口头教育，要是再被请进来，就没有那么好处理了。出来的时候，母亲还想再堵我，
但是我事先请了几个高大的保镖，几个大个子站在我身旁。母亲只好眼神不爽地看着我。董兰，你今天做到这个份上，别怪我之后不饶人。我看都不看他，转身就上了车，立马发了一条信息给对面的人。半个小时后，关于母亲和张超的各种瓜，大大小小的被博主扒出来。之前周云在网上装受害者的事情有了反转，网友直接炸开了。我靠，这个妈妈也是绝了，大儿子结婚的钱都一分不少给自己小儿子娶妻生子，养成巨婴。我真是替那个女孩子愤怒，自己的妈妈勾引老公，妈妈还花着自己的钱整容100多万，丈夫多年吃软饭。就是啊，那个老太婆还更加恶心呢。之前看她每天蹲在人家公司，以为是真的儿媳妇对婆婆不好，顺走了她儿子的钱，没想到坏人居然是他们，我吐了。次日，周云还想要在公司楼下蹲我，不需要保安出手，网友已经闻声而来，有的手里专门拿着家里的烂菜臭鸡蛋，或者是馊掉的食物，全都一股脑儿扔在周云的头上。无奈他只好躲得远远的。张超就在这个时候给我发来信息：董兰，我妈还是个长辈，你这样子对待她，你就不怕后半生得到报应吗？要是她有什么3长2短，你负责得起吗？看着他爹味十足又不愿意当面为他妈出头的搞笑言论，我直接拉黑一条龙。因为我要出国了，没有跟任何人说起，简单的收拾了行李，半夜就登机飞往了国外。我日夜颠倒，高强度地处理着公司的事情，国内的事情还是朋友告诉我的。母亲离开了我的金钱支持后，早期做的那些科技现在陆续开始反弹，发炎发红，激素脸甚至烂脸，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已，身体排异变得水肿起来。他天天喊着要去修复，但是1个2个都不好好上班，只懂得伸手要钱的人，哪来的钱去修复？现在是连个吃饭的问题都不容易。而父亲看着日渐丑陋的母亲，心里开始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的溺爱。即使母亲使用浑身解数，但也像是黄老鸭唱歌被人嫌弃，两人变得天天吵架。我看着朋友发来母亲的相片日渐消瘦，整个人一下子没有了当初的精气神，脸色更是看起来像是60几岁的人了，并且给人一种很凶的感觉。现在还是个看了都会让人觉得丑陋的人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母亲天天以泪洗面，不敢出门，父亲更是不想养着一个什么都不会干的人，每天就是逼迫他做家务。以前都是我做的那些家务活，几十年不沾阳春水的母亲更是不会碰，直接跑出了家门去找张超。张超事情被爆出来后，公司早就跟他谈话，想让他辞职，不想因为他的事情影响公司的声誉。面对债务，张超不愿意离职，要是强迫离职，他就有理由把公司告上法庭。但同事之间就没有那么好相处了。知道张超的为人之后，个个都离张超远远的，像躲瘟神一样。最后他的业绩也拿不到了，被孤立的张超只好自己提出离职。领导当天就批准了，次日都不让他上班。张超为了还债，跑去送外卖，好不容易把钱差不多给还完了，母亲就找上门跟他哭诉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以为张超会把母亲给打跑，或者是骂一顿，但没想到两人继续搞起了同居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我没来得及听就挂断了电话，因为我预约的医生在叫我号了。这些年我不断的定期去体检，检查身体。这一天
是我上一世去世的时候，所以当我拿着检查报告给医生看的时候，整个人是非常的紧张，后背出了不少的冷汗。我紧紧地攥着手里的衣角，用英文询问医生：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吧？虽然最近我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，但还是紧张。你身体非常的健康，你没必要这么紧张，放轻松。之前只不过是小小的结节，你很幸运地发现了它，并且打败了疾病，让自己战胜病魔。医生的一通话让我替气，走出医院，看向广阔的天空，做自己的感觉真的好好啊！人不能因为别人的强势和道德绑架就错待自己。如果是因为别人的原因让我们自己伤心了，那么就要学会反抗，让自己回归正常水平线。很不幸，我成为了作者笔下的角色，但是既然我觉醒了，那么我就要脱离剧情，要为自己而活。当我在国外取得成绩，回国升职加薪，已经是1年后了。我从月薪3万变成了月薪10万，买下了当地豪华地段的大平层，家里养着一只宠物狗和猫咪。那天，我在楼下被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给拦住了，是母亲。她看着我一身的名牌，眼里充满了嫉妒。董兰，你好狠的心啊，居然偷偷出国了。你现在看着我这个模样，是不是很高兴啊？你知道张超那个畜生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居然把我欺骗到房子里去，说是要好好的对我，但是他居然把我关起来，不让我出去，每天晚上让那些恶臭的男人进来欺负我。他靠着这些钱把债务给还上。当初就是因为你把这张卡给了他，所以才导致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，都是你的错。你还我的身体、容貌，我跟你拼了！在他冲上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直接一手把他给甩开了。国外不像国内，我平时有时间都会锻炼一下来给自己防身。我看着跌坐在地上的女人，冷声道：我劝你安分一点，造成你现在结果的是你自己的咎由自取。要是你还想继续粘着我不放的话，我不介意举报你。是你当初在人贩子手里买下了我。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母亲一整个震惊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想要离开，母亲却直接手脚并用爬到我的面前求饶道：兰兰，我的好兰兰啊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当初我真的是怀不上孩子了，所以才买的你啊，但是养育之恩你也不能不报啊。我一脚踢开，嫌弃地说：我现在不是董兰，我已经改名字了，还有你的养育之恩我已经还到你那痴狂的整容中去了，我根本不欠你什么。相反的，要是你还要来纠缠我，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一会他没有跟上来，不过很快张超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，半蹲在我面前。他全身黝黑，脸上堆积满了皱纹，看见我一副深情满满的样子。兰兰，我知道以前我所犯下的错误不可能让你原谅，你也不想见到我，但是我太爱你了，每天都在梦里想你，我想看你好不好，我们还有可能吗？看了一眼他手中不新鲜的玫瑰花，还有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违心话，我直接当场吐在了他的身上，气得张超脸色铁青。你丫的谁呀？大白天能不能别出来恶心人啊？兰，哦，我又往他身上吐了一身，最后他受不了跑开了。这个就是我给的结果，一见就想吐，滚远点。后来的时间里面，我知道张超找了几个混混来堵我的路，想要英雄救美，但都被我给全都解决了。最后看我是真的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居然开着车就直接撞向我开出公司的车。当我看到那双血红的眼睛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真的疯了。但是很可惜，
我买的车子可是具有非常强硬的外壳，一般车祸根本对车内的人伤害不大。我车身仅仅挂了一些划痕，但对面张超的车却滚了一圈。他被人救出来的时候，一条腿已经跟身体分离。他好不容易脱离了负债，却又把自己搞成残废的模样。母亲知道张超残疾后，直接潜入他的房子，为的就是每天不断地虐待张超。父亲在这一年突然检查出来胃癌晚期，几个人都得到了他们自己该有的惩罚，而我事业蒸蒸日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拿出大部分的钱财给山区的女孩子送去了卫生巾，重生一世，让我得以找回自己，学会感恩。所以我要回报这个小世界，至于他们的结局，已然不关我的事情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